真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？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这是Melvin急要的文件，他晚回来的时候交给他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太，Olive的机票已经买了，学校那边也请了假，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呢？我不是去度假的，不去度假，不是去马尔代夫吗？我要去解决我的婚姻问题。当晚我老公刚好在酒店办庆功宴，结束之后还是有很多人觉得玩得不够尽兴，我老公才会开一间房间给大家继续喝酒庆祝。记者朋友们可以前去查证。我和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的性格我很了解。再说以他的条件，会遭到狂风浪蝶也并不稀奇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捍卫我的婚姻。阿姨，这是你的药，记得要吃啊。医生给你几天的病假，记得要好好休息。我只是普通感冒，没什么大碍，不用大惊小怪了。可是我看得出你最近的心情很低落，你是不是在想表姐的事？不要跟我提她了。阿姨，表姐其实很关心你的，她还经常问我你过得怎样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辛辛苦苦栽培她，结果她律师当不成，又不听我的话，离家出走，跑去跟人家同居。后来呢，怀了孕，跟那个富二代结婚，现在还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你说我会过得好吗？表姐当时只是一时冲动，做错了决定，你就原谅她嘛。两母女哪有隔夜仇的？再说都已经过了那么多年，有什么恩怨都应该放下了吧？其实表姐嫁入豪门，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，但我看得出她一点都不开心。阿姨，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的支持，还有你的谅解。那她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因为她不懂得要怎么面对你啊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表姐现在去了沙巴，处理她婚姻的问题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，死不认输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我第一时间会通知你的。
我很了解。再说，以他的条件，会遭到狂风浪蝶也并不稀奇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捍卫我的婚姻。什么？太太现在过来？我不是吩咐你叫你兄他们去国外度假的吗？对不起，我欠也欠不住。有什么事情？你们的事，太太应该知道了。老板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太太解释啊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君豪，他真的来了。你说他这不是故意要让我们两个难堪吗？我已经处处忍让他了，也不想跟他争些什么。可他呢？他昨天接受访问说的那些话，根本就是在羞辱我。这些我都不跟他计较了，他还亲自飞过来。你说他……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可是他也应该要考虑到你的立场和感受。他这次突然飞到沙巴来，想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些记者还不趁机大肆报道这件事，我担心会影响到你的名声。加上你爸也不喜欢看到你的负面新闻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关心我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。莎莎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表姐，你到底怎么不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？你没收到我留言吗？我刚下飞机，你找我什么急事啊？我收到了内幕消息，有人爆料送 Ella 进医院的人是表姐夫。还有你去沙巴的事，媒体都已经知道了。我认识几个同行已经被委派过去，准备大篇幅报道你和表姐夫摊牌的事。总之，你要小心应对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叫你查的事，你查的怎么样？我做事你放心。我的外号是什么？是顺风耳啊。有我这个眼观六六、耳听八方的表妹在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简太太，我们收到消息说，简老板还有女模 Ella 早几天前已经来到这里秘密度假，请问你是来抓奸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已经摊牌，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了？请问你有什么话要当面和 Ella 说的吗？老婆，老公，我不是说了叫你不用来陪我的吗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要跟我老公一起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。我老公会早一点来沙巴，是为了处理一些公事。可是我们收到消息说，之前 Ella 疑似为情自杀，是你老公简先生把她送入院的。请问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你们不要听人家胡说好吗 ？Ella 是我们公司的代言人，大家都知道。那天她是办我们广告，跳楼过度晕倒，我刚好在现场，送她去医院，那是正常的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可是我相信我的老公，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。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在这里好好度过我们的2人世界。那能不能请简老板、简太太让我们拍几张恩爱的照片，好回去交差呢？当然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听莎莎说，这里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海鲜馆。够了，不用再演戏了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我不是安排你和 Olive 去马尔代夫玩吗？你为什么出现在这？我的丈夫跟其他女人出国，你觉得我还有心情跟 Olive 去马尔代夫吗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这么高调飞过来，你摆明是要我难堪。如果我要你难看，我就不会做那个专访了。你做专访无非是要给自己找台阶下，你这么做会越描越黑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这件事情只关系到我，我可以不做出回应。可是你的视频这么离谱，如果我不做出回应，你爸爸会怎么看你？这件事情 Olive 也知道了，也因为这件事情，他被同学取笑，还起了争执，校方也警告了他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有听我电话吗？把学校电话号码给我，我要告他们为什么欺负我女儿。这不是重点，问题是，我们身为父母的出了问题，
结果受害的是我们的女儿。我和我的先生在谈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这个第三者可以先离开吗？艾拉，我不是跟你说叫你在房间等我的吗？啊？我想和你一起面对问题。今天非常谢谢你帮我们把记者赶走，替我们省下了不少麻烦。你别怪君豪，感情这事来了，谁也阻挡不了。他只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情问题。我来了，先回房间吧。有什么事情我们待会再谈啊。君豪，听话，乖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过来的。君豪，我不想再兜圈子了。这些年来，你在外面跟其他女人在一起，我都知道。只是这个家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只要你懂得回家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包括现在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好好处理的，好吗？如果你不想我留下来，我今晚就飞回去。如果你现在走，被记者拍到，他们怎么想？既然已经来到了，就留下来吧。我和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的性格我很了解。再说以他的条件，会遭到狂风浪蝶也并不稀奇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捍卫我的婚姻。这女人我一看就知道她是深宫怨妇啊，100%在作秀啊！你又知道？像是这样盲目嫁入豪门的女人啊，多的是，代价就是明知道老公喜欢拈花惹草的，却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必要时就像简太太一样，还要站出来说好话，帮忙修补家族形象。不过我觉得就不值得同情了，因为她早就该知道嫁入豪门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有没有考虑过换工作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八卦杂志社更适合你啊！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舍得离开？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习的。那就好好工作，把心思用在应对克莱恩身上。去哪？搭电梯啊。姚太太你好。连律师你好。我是他的助理蒋中仁。我本来是搭昨天下午的班机回去的，谁知道在过境的时候被海关拦下来，说什么怀疑我盗用其他人的护照，开什么玩笑！我堂堂一个姚氏集团董事长夫人哎，而且这明明就是我的护照，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听，一直问长问短，还反复查证我的护照和文件的真伪。真的差别真的还蛮大的。我是说，姚太太真人比照片上漂亮多了，也难怪他们会误会你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以前的样子不行哦。姚太太，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。虽然这件事被证明是一场误会，但导致你误了班机。为了班机是小事，最让我生气的是，他们这样做引起了所有人异样的眼光，甚至后来还有人把我和海关理论的事情拍下来放上网。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形象损害有多大吗？那姚太太打算怎么做？我要起诉大马政府、机场海关部门，还有那几个有份查问我的海关人员。按照正常程序，海关人员是有权利对可疑对象进行扣查的。但如果当中设有不恰当的搜查程序或者滥权行为，而对受害者造成了心灵创伤、财务损失或者其他影响，受害者是有权利提出诉讼，要求赔偿。有没有赔偿，我不在乎。钱我从来都不缺，我只要你们替我讨回公道，无论花多少时间和金钱，我都不介意。总之不能让那些人好过。你真的打算接这案子吗？有生意上门，哪有不接的道理啊？可是这摆明就是有钱货太没事找事，万一事情闹大了，媒体还会大爆料。
到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他整过容，你说我们该不该提醒他一下？你还是少说2句。有空的话，替我想想怎么帮姚太太吧。其实我真的不明白，你早就知道这并非什么大 case 啊，可是你还是要大费周章的飞过来。就算你刚进 M&E 要拼业绩，也用不着这么做吧？这一次是我朋友请我来帮姚太太的，我算是帮朋友的忙。朋友？什么朋友这么重要？这不关你的事吧？马上去联系相关部门，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。不会吧？可不可以明天再做啊？我们才刚到这儿，你该不会这么残忍，让我马上开工吧？等案子结束了，你想怎么玩都行。现在给我专心工作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吃饭吧。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单独相处了。最近，我一直想着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，感觉这几年我们越来越疏远了。君豪，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啊？今天我不想谈这些。我们不要再逃避了。我们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坦诚的去面对，问题才可以解决。有些事情不是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的。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你才会对我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不想回家。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的。雨琦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？总之，外面事情我会好好的处理。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让它影响我们的家庭，还有伤害 Olive， 可以了吗？吃饭吧。我记得 Olive 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家3口都过得很幸福。可是最近因为我们的问题 ，Olive 变得很不开心。我们可不可以为了 Olive， 好好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？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吃顿饭？你非要把事情说得这么白，你才心甘情愿的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没胃口。我去洗手间。喂 ，Olive， 妈咪到沙巴了。你刚才下飞机不是才讲过了吗？你晚餐吃了吗？吃了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没有做什么。今天不是运动会吗？好不好玩啊？妈咪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啊？你可以不要再跟爹地吵架了吗？我们一家人要幸福快乐。不跟你说了，我朋友打电话来。喂 ，Olive。爹地。怎么样？在家有没有乖乖听马姐的话？爹地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怎么了？爹地不可以打电话给你的，一定要有事才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爹地是顺便想问你，有什么东西要的？我在这里看到很多洋娃娃，还有啊，你最喜欢的粉红色的裙子，要不要？爹地买给你。妈咪刚才也有打电话过来，你不是跟她一起的吗？哦，是吗？那妈咪跟你说什么？是不是说爹地的坏话？妈咪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你干嘛不直接问她？奥利弗，
爹地有些事，爹地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啊。爹地。啊？你不要再做让妈咪伤心的事了。我们一家人要幸福快乐。妈咪很不开心，前几天我还看到她偷偷哭。这次我不要玩具了，我只要你让妈咪开心，好吗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你别这样，好歹也看在我把俊豪让给你一天份上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。反正俊豪经常带我来这里，我也不会介意将这一顿晚餐让给你。我看你误会了。我认识俊豪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的性格好玩，他外面的风流事我一点也不介意。你也应该知道，除了你，他也带其他的女人来这里，你只不过是他其中一个消遣的女人罢了。等一下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，俊豪已经答应我会和你离婚了。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？你们周年纪念那晚，俊豪本来再忙也会陪你庆祝的，可是你这次却要独守空闺，因为俊豪不舍得我。我也问他要不要回去陪你，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，既然已经决定要离婚了，那周年纪念还有什么意义呢？Ella， 我不是告诉你叫你在房间等我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处理之后我上去找你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见你，而且我肚子有点饿。你肚子饿就叫 room service， 有什么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说，好吗？喂，俊豪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别担心，我看他走了，我才过来的。他走了，他走去哪？他走了不是更好吗？我们来这里就是二人世界的，现在谁也不用逼急了。你到底跟他说些什么？我只是照实话说啊，你和他的感情早就没有了，再拖下去对任何人也没有好处，离婚是迟早的事。谁让你跟他说这些话的？你干嘛那么凶？我到底做错什么啦 ？Ella， 我已经很迁就你了，你为什么那么任性？我不是说过很多次，我的家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管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那么愚蠢呢？你现在送上门根本就是倒贴，而且对方这个富二代，难道你就不担心有人在背后说你贪慕虚荣吗？就算我沦落到一无所有，我都不会回来求你。你最好给我争气一点，不要被我说中了。你可以不要再跟爹地吵架了吗？我们一家人要幸福快乐。他说，既然已经决定要离婚了，那周年纪念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欢迎光临，敬酒。好的。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气都气饱了，哪有心情吃啊？我知道你输了今天的模拟审讯，只不过是一场模拟赛，又不会影响学分，有必要放在心上。我不觉得我输了，我觉得教授有心偏袒。不服输是好事，可赖在教授身上就不太好了吧？我不是不服输，我总觉得不管那对情侣是不是智障，没有人应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。这个选题本来就很具有争议性，在法律上都还有待商榷。今天辩方的争议点是智障没有办法承担起婚姻责任，所有的理据都准备得非常充分。我真的不觉得教授是在偏袒他们。可是身为律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权益呢？看来你还是不肯面对现实啊。喂，你是在鼓励我，还是在落井下石啊？身为你的学长，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。只不过什么？我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缺点。有的时候你处事的态度过于强硬，甚至是有一点偏激，这样会让你没有办法很客观地看清楚事实的真相。这一点正是当律师的大忌。
勇敢面对失败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小姐，你的清酒。谢谢。简太太，简先生要我们通知你，他在泳池边等你。谢谢你。难得来到沙巴，一定要吃这里很多的推荐的海鲜大餐啊，鱼杂、生肉面等等。怎么办？很多东西都想吃哦。全都点来吃吧。这么多，怎么吃得完啊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说废话吧。众人啊，我突然想到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吃多一点，记得明天早上约了姚太太开会，不要迟到。好，你不吃我自己吃，明天早上见。Allen， 阿生，来啦，来坐。送给你。刚才是我心情不好，语气可能有点重，对不起。我还以为你不想看到我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有超级名模陪你吗？他还说你想跟我离婚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是不会放弃这个家的，尤其是你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不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伤害你，是我辜负你。我更加知道，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。无论我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一直都在包容我，而我一次的一次在伤害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变了。我现在只要一个机会，最后一次，我跟你保证。你等我解决跟 Ella 的事情，我会回来当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君豪，我为了这个家牺牲了很多。我知道。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绝对不会。没想到这一次你也过来了。Carol 说他一个人在这里很闷，叫我过来陪他逛街。刚好公司也忙完一个 project。我就过来放松一下。他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案子有点棘手。其实他也是一时之气。以我对他的认识，我相信他这一次只是3分钟热度，过2天就气消了。所以你也不用太认真应对，随意应酬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次的沙巴之行岂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？我怎么会让你白忙一场呢？我听 Carol 说，她丈夫的公司在寻找适合的事务所当法律顾问。我会在他面前呢替你美言几句，
到时候姚氏集团这块大肥肉就归你们 M1莫属啦。姚太太那边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至于姚氏集团，说了一天的公事，你不累吗 ？Cheers。 君豪，我想再为你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想再为你生一个孩子。我们迟点再说吧，哈。奥利弗，今天马姐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，想不想吃啊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从你在你妈咪肚子里时就在这里，看你慢慢一天天的长大，难道你有心事我看不出来吗？安哥父，如果 Daddy 和妈咪离婚了，你说我应该跟谁好？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小玉的 Daddy 妈咪也是离婚了。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家，小玉不知道要跟谁好，所以就只好住在外婆的家。不会的，不会的 ，Olive 的 Daddy 妈咪不会分开的，也不会不要 Olive 的。你听安哥父说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好不好？没事了。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出国的感觉吗？我记得那是在台湾，很久的事情了。有了 Olive 之后，我们就很少一家人一起出国了。美琪啊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可以安排每一年我们一家人出国旅行。你想去哪，或者 Olive 想去哪，告诉我。其实 ，Olive 今年其中一个生日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一起去迪士尼乐园。其中一个愿望，他很多愿望吗？另外一个就是希望他可以有多一个弟弟或妹妹。他真的那么说？我也希望可以给 Olive 一个弟弟或妹妹，这样他就不会这么寂寞，家里也会比较热闹。其实有了 Olive，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想上洗手间，你等我。喂，莎莎。表姐，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你是不是查到什么？我已经找到你要的东西了，就跟我们听说的一样。现在公开的话，那个女人必定身败名裂。今晚我就发给所有媒体大爆料。莎莎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表姐，你该不会在这个时候心软了吧？总之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给我时间好好的想一想。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他抢你老公的时候，也不见得他顾虑过你的感受啊。表姐，你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，不然后患无穷啊。总之你什么都不要做，记得我说的话。喂，表姐，表姐，竟然挂我电话，我都还没跟你说完呢。哎 ，Olive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莎莎，你现在有空吗 ？Olive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冰淇淋哎。我没心情。
谁惹了我的小公主啊？你告诉莎莎 A， 我替你教训她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只要我的小公主开心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莎莎 A 从来都不骗人的。你尽管说你要什么，我买给你。我可以搬去你家跟你一起住吗？这可不行。我家只是一间小小的祖屋，跟你家根本没得比啊。再说你的爹地妈咪肯定是不会答应的。他们可能到时候都不要我了。Olive，你怎么这样想呢？你妈咪是世界上最疼你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都不会不要你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爹地和妈咪会不会离婚？这不会的，大人的事就让大人去处理。总之，你妈咪是不会不要你的。你们所有人都不把真话告诉我，爹地妈咪是这样，昂哥夫也是这样。Olive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让你很不安。可是我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，毕竟大人的世界是比较复杂的。就等到你长大以后，自然就明白了。你觉得妈咪赢得过这个安迪吗？喂，安哥夫。Olive，可以走了吗？哦。那我在大门口等你。嗯。安哥夫在大门口等我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小心一点哦，到家了记得打电话给我。海关部门已经承认，在事发当天的确是他们在搜查程序上有所疏漏，高层人士会亲自向你道歉，同时他们也答应了我方提出的赔偿金额。做得好 ，Helen 果然没介绍错，你确实是一位很出色的律师。过奖了，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。我在想，你来到沙巴的这几天，都在为我的案子而忙，不如明天我请你出海，好好放松，享受一下这一趟旅程。谢谢你的邀请，可是我必须马上赶回去，律所还有一些案子等着我去处理呢。对了，我听说姚先生的集团要换新的法律咨询公司，对吗？你消息还真灵通。不怕你见笑，我想毛遂自荐我现在所在的律所 M&E， 我很有信心，我们一定可以让姚先生满意的。我先生目前还没决定要找哪一家事务所，不过我相信，如果我向我的先生推荐 M&E， 他必定会答应。那就请你在姚先生面前多美言几句了。说真的，我非常欣赏你，可是这件事能不能成功，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我的诚意和办事能力，相信姚太太已经非常清楚了。我这个人最怕把公事和私事混在一起，这一点相信姚太太必定可以理解。安生，姚太太，都处理好了吗？我已将所需的文件都送到海关部了，现在只等待对方做赔偿金的处理。很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进一步的消息会马上通知你。没介绍错吧？才几天时间，连律师就帮你解决了这件事，都说交给他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不要再提他了。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，惹你生气了？我只能说他不识好歹。我都已经跟他讲这么明了，可惜他不解温情，还兜一个大圈来拒绝我，说什么不想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。当我是什么啊？人家是专业人士，才不吃你这一套。整个沙巴这么大，你就怕找不到人陪游？我就是喜欢他这种类型。虽然他今天 say no， 只要他还打姚氏集团的主意，我就不会放弃
这块小鲜肉。任务完成，接下来是我们应该好好享受的时间了。你说我们怎么庆祝好呢？好了，今晚我请客，吃什么你负责讲。就这样子吗？那你还想怎样？我们当然要去这里最著名的旅游胜地逛一逛啊！这个我就算了，我情愿留在房间休息。我不管了，今天你不要再放我鸽子了。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是多么的无聊啊？安生，哎，美琪，没想到来这里也能碰到你。是啊，我是陪我老公来这里的。啊，你好，简俊豪。你好，我叫林安生，是美琪的学长。你好。原来是简先生和简太太，幸会幸会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啊，没有。可是我相信国内应该没有一个人会不认识简先生你吧？我们等一下去浮潜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好啊，我们正筹着没节目呢啊！你是不是应该先经过我的同意啊？大哥，现在已经下班时间了，我已经不归你管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Ella 要自杀啊！Ella，你不要乱来 ，Ella！ 你别过来，君豪，我没有勇气再见你。Ella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谈好不好？你告诉我。有人爆料我以前被包养的事，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流传，我完了，我事业被毁了，连你也会离开我。我几次说过要离开你，你别傻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这么做。要不是因为家里穷，急需要一笔妈的医药费，我真的不想这么做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忘记过去，没想到有人竟然用这方式攻击我，我现在就顺他的意，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。不要 ，Ella， 冷静点，听我说。Ella，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我们重新来过。你骗我！我已经配不上你了，你会不要我的。我没有骗你了，难道对你怎么样你还不清楚吗？Ella， 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乖，你先下来，好吗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了你，君豪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不是叫你不要轻举妄动吗？我也是为了想帮你和 Olive 而已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我和君豪之间的感情本来越来越好了，他还答应我会尽快解决他和 Ella 之间的事。可是现在，唐美琴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Ella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？你为什么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？你令我太失望了。我承认，我叫莎莎查 Ella 的事，可是我叫她不要公开了。我不知道事情会搞成这样。我已经答应你，我跟 Ella 分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陷害她？为什么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会叫莎莎的杂志社帮 Ella 做出澄清。你觉得还有用吗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来告诉你，当初我跟你结婚是因为你怀孕，我从来没爱过你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